世界遭到起始之树的毁灭，20亿人口在瞬间消失，幸存下来的人们小心翼翼地活在起始之树的统治下。而就在这时，各地寻找的叶枫和基野遇到了绝缘之树诞生的神子绝缘的魔法使。他不仅拥有货真价实绝缘之树的力量，而且还是杀害爱花的最大嫌疑人。叶枫在测试完宇宙的能力后，就把他交给了佐门处理。叶枫下楼准备和基野打招呼，却见他正出神地看着手机。其实真广挺佩服佐门能赶到现在的，他常年准备的计划，在刚刚以难以置信的方式被人瞬间瓦解。佐门问他，如果在毁灭的世界中，神出现在他面前，说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改变不了结局，或者如果放弃就能改变结局，他喜欢听哪个？佐门认为，与其放弃之后方能寻得圣机，倒不如坚持之后以失败收场。杀死爱花的可能就是起始之树的常理，难道他要半路放弃复仇吗？真光反问佐门，在他眼中自己就是这么正常的人吗？看来他们都是那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人。来接雨村的正是山本和下村，两人将他带到一棵起始之树面前，让他使出绝缘之树的力量看看。结果雨村反手就把整棵起始之树全部消除了，吓得山本勒住雨村，火速逃离现场。那只是稍微试一下呀，并警告他以后没有允许不许使用魔法。只有真广这个涉嫌杀害他妹妹的最大嫌疑人见了面，真广也不啰嗦，他只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爱花死的那天晚上，雨村在什么地方？虽然现在这种情况还不如当时死了算了，真广只是不能原谅杀人凶手还活在世上。如果能纠正不合理，他愿意用一切来换。但这都是前年的事，谁还记得？莫名其妙成了杀人凶手，雨村也很慌。好在突然想起来，去年这个时候他正和自己的女友小雪在一起，但雨村并不想让小雪被前任这件事中，而且他刚刚被甩还惨遭拉黑，能不能联系上还是一回事。既然没有证人做不在场的证明，真广就得直接问问雨村的身体，随后就拉着雨村到了训练室，让雨村不管什么方法把他打倒在地。如果雨村真的有心杀他，他一定不堪一击。而能做到这一点的雨村，肯定同样能杀了爱花。真广还顺便上了嘲讽，肯定是因为他这么软弱才会被甩，说不定他根本没有女朋友，只是个恶劣的跟踪狂。雨村成功被激怒，对着真广甩出2道攻击，只能说瞄边技术不错。真广甚至都没躲，对着雨村的脸就是一脚，谁都看得出来他根本没有好好打。雨村确实拥有绝缘之力，但内心竟然如此脆弱。在这方面来看，还是基野更像绝缘的魔法使。被雨村消除的起始之树很快引起了公众的注意，网上都在传是绝缘的魔法使所为。海外调查团进入了富士山内，想必很快就会发现所不一族的秘密。枣和和山本正在暗中计划什么，准备想办法说服佐门。基野和叶枫正在游乐园约会，事情变得如此奇怪，猎人们却像往常一样意味着喜迎新年，就像他们的正常感觉被大树篡改了一样。基野反驳叶枫并不是这样的，在起始之树出现之前，世界也会因为战争的灾害每天死去成千上万的人，但也没有人有什么危机感，与死去多少人无关，世界本就如此。而现在就像是预知了死亡人数一样，争端从世界上消失，历史上最配得上这种景象的，也许就是这个时代。叶枫觉得真广看事有一种科幻的感觉，而且有时候也不知道基野到底在关注些什么。视野是宽是窄，对人冷淡还是温柔都搞不清。润一郎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，并打发基野去给他买咖啡。在基野走后，润一郎突然问叶枫是不是喜欢上了基野。真广还在对雨村进行单方面的殴打，在连续挨打了几天打之后，基野的魔法精度确实有所提升，只是内心还是一样的软弱。而他所拯救世界的原因，也只是为了挽回女朋友。真广吐槽，怪不得他会被甩。雨村也不甘示弱，真广这个妹控有什么资格说他？然后又挨了真广一脚。台下几人纷纷附和，那个禁断之词居然真的被说出来了。真广当然不肯承认自己是妹控，而且他跟爱花也没有血缘关系。雨村真相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不就是普通的恋爱关系吗？叶枫不肯承认自己爱上了基野，那种比他小还靠不住的家伙，怎么可能成为他的恋爱对象？而且基野已经有女朋友了，结果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心声泄露了，从人格到肉体，全方位无死角把基野夸了一遍，还想捏人家耳垂摸头发。润一郎一句话点醒叶枫，他这完全就是在恋爱呀！叶枫这才知道他是真的喜欢上基野了。当基野注视女朋友的照片，他会从心里冒出一股强烈的愤怒或寂寞的感情。佐门同意了枣和提出的计划，但这事儿还要叶枫允许。他本想着至少花数个小时说服叶枫，结果深陷恋爱房子的叶枫根本不管什么数不数的，连忌讳都没听，就让他们爱怎么办怎么办。润一郎觉得叶枫喜欢上基野非常不妙，基野是有女朋友的，如果他强烈的希望和基野的关系更加密切，基野的女朋友很可能被起始之树杀掉。基野曾经和爱花一起参加烟火大会，爱花穿雨的样子非常美丽。基野听说女性穿雨衣的时候，为了不露出身体的曲线是不穿内衣的。爱花表示上面没穿，下面是秘密。但如果基野拥有无论如何都想知道的强烈秘密，他允许基野直接把手伸进来确认一下。基野有贼心没贼胆，吐槽爱花真的很坏心眼。当然，瞒着真广爱花交往的他也不是什么善良的人。爱花说，在他认识的人中，他认为基野才是最可怕的。一名自称绝缘魔法使的人在网上预告，
将会在今晚破坏一棵位于中央的起始之树。随着这时间将至，海边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观众和媒体。两位黑衣人突然飞上海面，随着一阵亮光闪过，自称绝缘魔法师的假面骑士闪亮登场，而起始之术在瞬间被消除，人群轰动一场。真正的绝缘魔法师居然真的出现了，而这位假面骑士正是雨村假扮的。两个小弟分别是哲马和夏村。别看绝缘魔法师的登场这么帅气，但雨村的心脏吓得快从嘴巴里跳出来了。完全不给雨村休息的时间，消除完国内的起始之术，他们还要前往国外，势必要把绝缘魔法师的名声彻底打响。山北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有他国的谍报员潜入了所村部落。为了让自己的恋爱脑降温，叶枫决定即刻返回所部一族。作为公主，叶枫也在村内很受欢迎。一见她带着吉野，都八卦问她是不是魔法调了个男人回来。叶枫去祭拜了佐内的哥哥，他被送往孤岛的半年前，佐内的哥哥因病去世了。由于兄妹俩感情很好，佐内大手打击而病倒了。好在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，时间能治愈一切。山本将叶枫和吉野叫回来，是为了确定谁才是真正的绝缘魔法师。雨村虽然拥有绝缘的力量，但吉野却拥有绝缘的心。村子里最近流行闹鬼的传闻，据说孩子在昨晚神社附近看到了白脸的幽灵，很可能就是潜入村中的卧底。于是叶枫把人闹鬼的事传播了出去，这样一来，孩子会害怕的不敢去偏僻的地方。事件因为起始之术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叶枫觉得他应该去听听佐们的意见，长辈们都很欣慰，公主终于变得懂事了，果然还是因为有了男人。叶枫带吉野到村子里参观，见吉野被吊桥吓得瑟瑟发抖，叶枫无奈的叹气。更久以前，他们可是用滑轮吊在绳子上过河的。叶枫想拉着吉野走，突然想到身体的接触，忽然心情更加高涨，撒回手扭头就走，搞得吉野一脸懵逼。两个人来到神社，叶枫认为谍报员潜入应该是来寻找古文书的，但是关于起始之术的基本记录并没有通过书面的形式流传下来，仅仅是口耳相传，所以就算谍报员来调查也查不出什么线索。而且叶枫已经下令目前禁止使用一切魔法，至少得避免外界知道这是个魔法使的村落，只要不让外人看到魔法，就算找不出谍报员也没关系。就让这个故事以幽灵收场也不错。身为魔法使的孩子居然害怕幽灵，叶枫说哲马小时候经常被他用幽灵吓得尿裤子。这下吉野总算知道哲马为什么会对叶枫抱有微妙的敌意了。吉野问叶枫害不害怕幽灵，叶枫刚想回答不怕，突然又觉得这时候回答怕是不是会更可爱一点？坏了，恋爱脑发作了。说起幽灵，吉野想到了哈姆雷特的故事。吉野不相信有幽灵存在，爱花吐槽他变得和真广一样无趣了。对于去世的人，就算变成幽灵也想要见上一面。如果那个幽灵就是爱花呢？突然村子里骚动起来，原来佐奈傍晚跑出去后就没有再回来。真广不相信灵魂的存在，那不过是活人的错觉，死了就到此为止了。死人无法复生，也不会听到他们的愿望，一切都不过是幻影。想要把没能说出口的话倾诉给幽灵，所以人们才会产生那样的梦境。明明不相信幽灵，真广却喜欢哈姆雷特。其实不是真广喜欢，而是爱花喜欢。不只是哈姆雷特，还有暴风雨。那是一个一切都得到谅解，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幸福为结局的故事。就在大家纷纷出动寻找失踪佐奈的时候，神社突然起火，通往神社吊桥被切断。谍报员挟持了佐奈站在神社面前，就是为了确认魔法是否存在。叶枫打算用魔法救下佐奈，但这样一来，村子的秘密就会曝光。但如果不能使用魔法，站在这里的就只是普通的老人和孩子。吉野拽下一段锁链，准备挂在钢索上渡河。他很明白佐奈的心情，如果幽灵是他的哥哥的话，无论如何都想要见上一面。吉野有惊无险地爬上悬崖救下佐奈，但自己却差点被烧毁的神社砸中。叶枫最终还是没忍住，用魔法救下了吉野。逃跑的谍报员则被暗中观察的哲马和夏树拦下。魔法之事终于还是瞒不住了，哲马因为这件事对吉野怀疑得更深。起始之术的王女为了他不惜违背常理。吉野果然才是真正的绝缘魔法师，就算被内疚之心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叶枫仍旧喜欢着吉野。而在神社的废墟里，山本似乎找到了一样有趣的东西。